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，一场潜在的冲突或无法避免。近段时间以来，美国频频纠集其盟友踩上中国红线，先是军机3度降台，而后又是怂恿鹰舰突破中国12海里领海基线。可以说，正是美国这种疯狂挑衅姿态，使得中美战争风险高悬。而一些迹象也表明，一旦中美开战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们或许也将会被卷入其中，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么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结果将会是如何呢？日前，澳大利亚自由党籍参议员、前陆军少将吉姆·莫兰做出了表态。同以往的好战言论不同的是，这次吉姆的一番话着实给澳大利亚狠狠地浇了一盆冷水。其表示，一旦澳大利亚同中国开战，其将在不到48小时内被击败。就目前澳大利亚的国防实力来看，其相比于中国而言简直是太过弱小，即使再过10年，澳大利亚军队依然不会变强大。看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疑惑，难道中国同美澳开战，美国会对澳大利亚见死不救吗？很大可能是的。在吉姆看来，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会从中国的攻击下保护澳大利亚，理由并不是美国不想帮，而是没实力，不要高估了美军。其表示，一旦开战，美军的情况将会相当糟糕。根据一些已经公布的消息表明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的可能性相当高。这一点同美国兰德智库公司此前的推断不谋而合。在战时，美军在军事力量上或许会占据更大的优势，但是基于中美大国的体量，这样的一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。而随着时间的增加，美国的优势会逐渐丧失，届时中国的本土作战优势将会慢慢显现。总之，从澳大利亚前少将的发言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即使是美澳一道同中国作战，澳大利亚仍然对这样的一场战争抱有极大的消极态度，这仗简直是没法打。因此，吉姆也呼吁澳大利亚应该将重点放在本国的安全战略上，而不是去挑衅中国。随后，美国的表态似乎更加令人关注，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求中国放一马的意味。日前正在东南亚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，这与以往一贯的引战言论大相径庭。或许美国也越来越明白，同中国开战的后果将是其无法承受的吧。综合印媒今日印度在近期的一系列报道，在7月16号，印度东北爆发抗议和示威活动。由于管理地区的归属权一直存在争议，这直接引发了印度东北地区2个邦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敌对情绪，进而出现内斗。在近2周的时间，双方在争议地区对峙，直到7月28号，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2邦的官方势力正式出手，将印度的这场内斗彻底升级。据印媒的消息显示，在当天，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直接调动了数百名军警，在对峙前线发动攻击，妄图用武力解决问题。此外，可能是担心人手不足，还为一些民众发放了枪支，组成武装民兵。于是乎，这近1000人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。而双方在发现对方武装力量后，第一时间都选择了抢占有利地形相互开火，甚至轻机枪、爆炸物、烟雾弹、催泪弹等等一系列装备也被搬上了这场内战之中。具体伤亡人数尚在统计之中。不过，从阿萨姆邦的声明来看，该邦直接导致对手近100人的伤亡，其中当场打死对面6名军警。至于自己的损失却闭口不谈。印度国内舆论有人猜测，此役可能是阿萨姆邦吃了大亏。相信所有人都清楚，印度地方出现内斗局面，作为中央政府的新德里理当有所行动。但十分讽刺的是，新德里当局其实早在1周前双方出现对峙情况的时候，就已经要求东北2邦立即停止对峙，新德里将介入冲突进行调停。而用印媒的口吻来说，就是后续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莫迪的预料，双方根本无视了新德里的调停要求，依旧将几近内战的局面推向高潮。实际上，印度东北邦地区早年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内斗问题，因为是印度在东南亚扩张吞并的地区，导致该地区稳定度一直不高，加上新设立的几个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不明确，经常性爆发领土争端，相互渗透，制造骚乱和爆炸也是常有的事情。而这次爆发武装冲突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，其实早在2018年就爆发过一次流血冲突，到2020年的10月，双方再次爆发武装冲突。如今这已经是第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可以说印度新德里对该地区的管辖能力早已名存实亡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印度这2个邦的内斗可把中印边境上部署的印军近11个师、14万大军吓得够呛。
因为印度通向前线的补给线路恰好是从这两个邦境内通过。一旦双方正式爆发内战，恐怕前线这14万人的肚子可就要遭殃了。7月29号，环球网消息，美军海军新闻处公然发布公告，美军舰本福德号在7月28号的时候再次穿航台海。这次穿航依然是在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，所以有效地维持了美国承诺维持开放自由印太地区的诺言。不得不说，美国还真是脸大的太平洋都装不下。台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，虽然中间确实有一段按照国际规定是属于国际公共海域，但是美国不和中国打招呼就穿航台海，就是在对台岛发送错误信号，是在挑衅中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上一次美国穿航台海是在6月18号，这一次却是在7月28号，中间很明显的出现了一段空白时间，而这也恰好就是中美天津会谈的关键时期。一直以来，在这种关键时候，美国都喜欢变本加厉的压制对手，但是为何这次种种手段都做了，却把穿航台海的事情放在了会谈之后？7月25号，舍曼到天津；7月26号，外交部副部长和舍曼进行会谈。当天下午，王毅外长会见舍曼，给美国上了一课，并画下3条红线。这红线中就明明白白地提到，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和领土完整。这一点从中美关系开始恶化之后，中国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。所以其实如今再一次郑重强调的目的，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，知道这是中国的底线。但是美国依然选择再次穿航台海，很显然美国就是明摆着不想合作，不承认中国的底线，不放弃遏制中国的台湾牌。既然如此，解放军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美国就是欠收拾。所以这次解放军的回应相当的简洁。东部战区师义大校是这样回应的：美军舰穿航台海，解放军已全程监视警戒，而美国的所作所为也代表了美国才是地区稳定的破坏者。对此，解放军随时准备回应一切挑衅，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。有句话说的，字越少事儿越大，解放军明显是对美国不抱希望了。所以近日央视就放出了一段视频，是解放军第73集团军演练夺岛新战术时，解放军官兵的霸气放话。当时73集团军某2期重型合成旅一营教导员带领全体官兵直接放话：我们当兵就是为了打仗，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最后，不管是从解放军如今对美国的回应，还是解放军官兵越来越频繁的演习，都解释了一句话：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了解美国的历史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其实靠战争发家的。自苏联解体、宣告冷战结束以后，美国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而这一大国地位也为之后美国在全世界横行霸道奠定了基础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，美国满世界的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由此美国也被称为世界头号战争贩子。从这一点出发，美国想要发动一场战争易如反掌，根本不需要什么为之的理由。但是日前，美国却做出一个反常举动，主动告知世界其同某一个世界大国展开真正热战的前提条件。据观察者网最新报道称，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，如果美国准备同某个国家开战，那么一定是美国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攻击。乍一看，这一开战前提似乎十分荒谬。网络攻击在美国看来真这么严重吗？拜登表示，包括勒索软件在内的网络威胁越来越能够造成巨大破坏，而这一破坏不仅仅是在网络世界，更能够对现实世界造成实实在在的危害。不过究竟是谁有这个能力让世界军力第一的美军也这么害怕呢？美国总统拜登给出了解答，其公开将矛头对准中俄，称这2个国家在网络安全上对美构成严重威胁。在美国看来，中俄就是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潜在的致命对手，但是真实情况真是这样吗？从现有数据来看，美国才是那个最大的威胁。根据网络攻击的流量统计结果显示，仅仅是2021年7月以来，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就高达364934次。究竟美国为何要伪装成受害者，贼喊捉贼呢？网友随后发现了端倪，在拜登主动告知开战条件前，美国就曾多次在网络安全攻击上抹黑中俄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真用这招来对付中俄，例如将美国企业遭到网络攻击的罪魁祸首指向俄罗斯，之后又联合众多盟友共同商讨所谓的中国网络攻击行为。稍微将二者联系一下，就会发现拜登似乎是在为向中俄开战寻找一个借口，
就如同20年前美国以反恐为名出兵介入阿富汗局势一样，借口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美国想要开战的心已经昭然若揭。而更为危险的是，如今拜登主动告知这一开战条件，似乎也表明美国距离做出军事冒险举动越来越近。对此，想要正告美军的是，无论是攻击俄罗斯还是中国，美国绝对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，甚至还会输得很惨。正义永远不会站在入侵者那边。